之前有哭吗？我有，我看了预言，就是出道那个时候，最后还是哭了。预言说我经常跟他撒娇，对呀、我经常跟他撒娇，因为预言的反应，你们真的就是预言，他我为什么喜欢跟他撒娇呢？就是有些时候，因为他的反应特别的好玩，他就是会，你们就想象他会那种很钢铁的说你干嘛这样子，但是他那个就是那种。她表情特别有意思，所以我有些时候会故意那样子去逗她。玉妍是很 man 的女生嘛，玉妍她只是性格比较直爽。玉妍她，我记得当时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是因为这个初舞台才认识的嘛。然后在这个初舞台之前呢，就是我们在微信聊天，我就还是有点紧张，我不知道这个女生就是见面会是什么样子的，我很害怕，就是那种事儿特别多，然后就是商量的很满，万一就是很磨合不来怎么办？所以见她面之前我超级紧张。但是呢，我后来见到她面了之后，我发现哦，这女孩真挺好的，就是那种北京女孩的感觉。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 get 到那个我想说的那个，就是她就是那种特别直爽的一个北京女孩。而且我跟她在聊这个初舞台的这首歌的时候，她也是非常的专业，然后她也能够给到她很直接告诉我她想要什么，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共同的商量我们能为我们这个初舞台做些什么。所以最后就是我可能参与了录音，然后作词作曲，然后她参与了这个编舞的部分。你们的问题好多呀，我只能一个个的回答。对，我刚刚说的是预言，所以跟他的整个相处的过程特别的愉快，特别的好，而且就特别玩得来。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点，我跟他在就是初舞台的训练的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有意思的东西。我跟他大概是12月初开始练我们的这个讨厌，然后一直练到1月1号我们去北京。他在就是这个过程，我发现他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，他会一直练，一直练，就像综艺里面你们后来看到的，就是累不累？不累，他能一直练，一直练，不停的练，就是一首歌单曲循环。然后我也是跟他一起这样被带着，就是非常的有干劲。然后他很喜欢吃水果，超爱吃，他是能够把水果当饭吃的人。然后他还最喜欢吃的是那个口红加牙了吗？真的吗？没有，乱说。他很喜欢吃那个番茄乌梅，我怎么知道？就是那个小番茄，然后它中间会切一个缝，然后塞一根那种乌梅干在里面。他超爱吃番茄乌梅，我们每一天训练，他都会点那个番茄乌梅的外卖，他每天都会点。然后我一开始就觉得，这个东西我就从来不会主动的点的吃，但是慢慢到现在我出组了之后，我也变成这样了。我只要点水果，我就会点那个吃，你知道吗？他上辈子他自己说过，他上辈子是什么做的？预言说他自己首先他一开始说他自己上辈子是番茄乌梅做的，后来又说自己上辈子是红薯做的，然后在那个。我们在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经常早餐会有豆浆，他很爱喝豆浆，然后他说他上辈子可能是豆浆做的，现在是玉米做的，就是他经常就是说自己是各种食物做的，特别有意思。我宿舍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？哎呀，我没有办法给你们看照片，因为照片在手机里面。我们宿舍其实挺有意思的，就是我们有互相给对方贴个小纸条，但是我没有贴，主要是周子倩开始贴。比如说他给周子倩跟我贴的就是不要说那么多话，然后少吃零食，早点睡觉，不要撒娇之类的。然后给月圆贴的是不要生气，然后不要暴躁之类的。然后他还给我跟月圆贴了一个说让我们不要吵架，但其实不是吵架，就是我们俩喜欢拌嘴，然后就拌着玩那种。然后说不要地动山摇，因为我那个床，我宿舍的床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可能有点螺丝不太好吧，就是我只要一翻身，就是微微的这么一翻，然后月圆就能感觉到，在他的那里，在月圆是我的对床嘛，就是我们两个是脚对着脚的那种床，然后我们是那种上下铺嘛。月圆就是我就那么微微的用他说我的就是在地动山摇，他说我每天晚上都在地动山摇。
但是我真的已经非常的小心翼翼了，但是他动呢，我完全感觉不到，所以我就一直怀疑是不是我那个床螺丝有问题。然后一度预言还想过说，要不要把我们两个那个床拆开，就是挪开，然后我们发现不行，因为螺丝就是接在一块儿，所以没办法。但是很有意思，就是互相这样。然后预言他有一段时间在减肥，他就是为了因为他是好像他体质就是比较容易吃胖，然后他就会克制自己吃东西。因为是他特别克制，我不是说他自我管理特别的强嘛，就是他决定不吃，他就真的不吃。他在前期的时候，他是只吃早餐，就是早上起来之后，你就能听到他拿着那种各种果蔬干，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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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，咔咔吃，因为他起的比我们大家都早，就每天早上咔咔吃，咔咔吃。但是他就是过了早上、下午、晚上，一直到第二天，他绝对不吃任何东西，绝对不吃。然后，但那段时间好像就是因为人的营养摄入什么的，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。就是你一直硬饿的话，我觉得不太实际，就是那样减肥。后来预言就是正常吃东西了，他反而瘦的更多了。所以说就是正常的摄入他的饮食，正常的吃饭，然后他就正常的瘦下来了。他之前只吃早餐那段时间，反而就是瘦的没有后面的效果那么好。讨厌这首歌的改编嘛？对，这首歌改编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原版。原版的话，我们当时就是想着说要改成一个可以跳舞、可以比较舒适欢脱一点的那种感觉的，所以最后编成了现在这个版本。就是当时在找编曲的商讨的过程中很久，然后编舞是我们一开始找红房子的老师编，然后预言再根据老师的版本去做了一些调整，是更适合在舞台上呈现的。最后就改成了这样子。我们那个组合不是叫 Moonlight 吗？ Moonlight Crush on You。 为什么叫 Moonlight？ 因为我们当时就是编剧姐姐跟我们说起一个组合的名字，就说一定要起。我们想起什么呢？我们俩都不知道叫啥，我们俩自己商量。然后想说我们俩那段时间都睡挺晚的，就是他熬夜训练，我熬夜做歌。我说我们都是在夜晚的女孩，就叫 Moonlight 吧。然后我就这样子叫了，就是非常随意。Moonlight Crush on You。 结果没有想到去到了之后，乐华的团叫 Daylight， 就是跟我们对应上了。但这个真的是意外，完全没有。哎，送的都是713个，哎，713是我的生日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然后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呢？我们 Moonlight Crush on You 就是当时觉得好玩，觉得这样子很好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就这样编了，就真的就是没有想到上台我们就真的这么用了。当时我跟预言讨厌，就希望能够做一个能够让大家记住的歌，一个好的舞台。我们当时是抱着这样的想法。预言怎么办？预言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，千万不要担心预言。预言我真的是看他一点点自己拼起来的。预言会哭过吗？哎，我印象我好像没见预言哭过。预言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孩子。结束了。哎，听到了吗？这声think I'm sweet on you, yeah. Moonlight crush on you. 我记得当时他预言那一声think I'm， 大家都被就这样惊醒了。